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菲律宾的中部薄荷岛，一座结合自然奇观、丰富生态以及人文历史的迷人岛屿。今天呢，我们即将踏上一段神奇的旅行，从千秋万货的巧克力山到神秘夜行的眼镜猴，从南方海域的碧蓝海水到古老教堂的历史风华，薄荷岛的一切就像一本美丽动人的画册，等着我们一起去翻开它。或许你会很好奇，在这座迷人的海岛上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动人传说与故事？为何干季草地变成巧克力色就叫巧克力山？眼镜猴的眼睛这么大，身体却这么小，是如何在丛林中度日？历史上的血盟仪式又和这里的原住民有什么关系呢？今天我们就像在翻阅一本岛上的奇闻小说，一边体验人文风情，一边寻找知识解答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了薄荷岛最著名的景观——巧克力山。眼前这一片蜿蜒起伏的圆形小山丘，像是巧克力一颗颗的散落在大地上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你们看，雨季时呢，这个山坡呢会绿意盎然；那到干季时呢，它们又会全部变成咖啡色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它叫巧克力山的原因哦。这些圆弧的小山丘呢，其实是由古老的海底石灰岩沉积而成的，经过数百万年的隆起和侵蚀，才有今天的奇妙景观哦。听起来是不是很难置信啊？其实呢，还有很多动人的传说，像是就有传说说，巧克力山其实是因为有一位巨人，他遭到爱情的背叛所留下的眼泪，造成一座一座的小山丘。还有一个是说，有一对巨人，他们争吵，所以用石灰岩堆起了很多个小山丘。这些故事虽然听起来很童话，但也为巧克力山多了一分不一样的色彩哦。这一刻，微风徐徐吹来，山峦的宁静中带有一点游客的谈话声。站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。经过千百万年，海底的化石在风雨的沉浮过后，终于成就了这片奇景。同样的，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，堆叠的经历也终会创造出独特的风景线哦。那就树林的感觉而已。哇！1秒降温呢，刚刚还在巧克力山的艳阳高照，现在直接降温到一个非常凉爽的森林里。这个森林呢，其实是因为在20世纪的时候呢，被大量的开垦。那后来50多年前呢，岛民为了想要恢复这里的一个生态，所以呢，他们齐心协力一起种下了小树苗。经过了50年，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美丽的森林，是不是很美？你走在这一条林荫大道上呢，你会有一种身心整个放松下来，好松好松好松，好舒服。你们听，现在只有虫鸣、鸟叫跟轮胎的声音，是不是跟刚刚完全不一样的世界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更不一样的世界 ，Let's go！那这一站我们来到了眼镜猴保护园区。那进到园区里面呢，要小声哦，因为眼镜猴是很怕吵的。如果你要拍照或者是录影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开闪光灯哦，因为眼镜猴也非常怕光哦。那你们知道吗？眼镜猴呢，它其实不是普通的猴子哦，它的身高只有10到15公分，那体重呢只有大约150克左右，是世界上最小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哦。那它最有名的就是它那2颗大大的眼睛，你们看是不是很可爱？突然好像我们家仓鼠哦。那你们再看它那个长长的指爪，其实是方便它们在树林里缓慢的跳跃。我们现在呢要开始搜寻哪里有眼镜猴，但在这里讲话要非常的小声，因为太大声会吵到眼镜猴。前面。好像在前面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拍照，应该是前面有眼镜猴。它就是住在这样的森林里耶。这里有看到吗？超级小的耶，
很像我们家的仓鼠，怎么办？好可爱哟！我想我们家仓鼠了。再去找其他只。真的好小哦，是不是很可爱 ？Oh my god！ 其实啊，眼镜猴的数量啊，它逐渐的在减少，因为有一些不优良的人类呢，觉得眼镜猴很可爱，所以想要把眼镜猴带回家养。那因为它很小，又蛮好捕捉的嘛，所以说呢，他们才设立了一个这样子的眼镜猴保护园区，去保护剩下的眼镜猴们。那如果你们有来这里的话，尽量不要去打扰到眼镜猴他们的作息，因为他们是傍晚过后才会出来活动的，是算是夜行性动物。看到眼镜猴们无辜的眼神，让我忍不住身心敬畏。眼镜猴让我想起了保护弱小与生物共存的智慧。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些小可爱，仰赖了许多人的努力与照料。这段路也提醒着我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像这双萌一般，需要温柔呵护和细心的维系。看完了森林里最有名的小可爱以后，接着我们来看薄荷岛比较贴近当地日常的另一面。各位，我们刚刚呢看完了眼镜猴以后呢，原本想要去罗伯克河吃午餐，但是我们现在都还不太饿，改了一个行程到这个 Silvia Twin Bridge， 带你们来体验一下。不一样的罗伯河，它是一个用竹子做的桥。你们有听到那声音吗？我走在上面都可以听到呱呱呱的声音，有够可怕的！啊！很晃很晃，这会晕车吧？这会晕船呢？不是船，晕桥哎！但是真的很美哎，你们看，下面是绿色的罗伯克河，这掉下去看不到一个影子哎，路还是要走啊，没有回头路啊。你有看到隔壁吗？等一下还从那边走回来哎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啊，在旅行的过程中啊，也不一定说都是要去什么大景点，就是一个小景点啊，甚至是一个小村庄，都可以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跟发现。得救了！好，这边变坚固了。走到桥的另一端以后，就是 Silvia 它的一个应该算小村落吧，然后有一些商店，随处可见这种眼镜猴的 magnet。我买了一个当地的小吃，烤香蕉。Taiwanese。Yeah。Thank you。一串20元，一条是10块钱。Hello。Rita。What's your name? Gina? Nice to meet you. Be careful. 很好吃哎，香蕉有一种酸酸的味道，然后呢，外面裹了一层糖，有点像烤布蕾，好好吃啊！里面还热热的，其实只要一个小铜板就可以享受到很 local 的当地人生活。其实呢，我原本想要去罗伯河吃午餐，但我想要用一个很小的景点把我的情绪换掉。一来是，我想要稍微沉淀一下自己，然后再来是，我想要从旅行中呢去找到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吧。在这里呢，我找到一个最特别的就是声音，无论是人们走在桥上那吱吱作响的竹子磨蹭的声音，或者是居民跟居民之间在聊天的声音，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平常
在城市里或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，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的，只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去融入当地的生活。那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桥啊，它原本呢其实是居民运送物品的一个桥梁。那后来呢，因为科技进步、交通发达的关系，所以现在变成了一个观光景点。最后我想说啊，旅行不一定要看表演或者是去热门景点，其实走过一个桥，吃一口当地的小吃，听听当地人的谈话，你会发现呢，在旅行中呢，最迷人的往往不是那个被安排得很好的景点或者是表演，而是突然间你跟一个地方或是一个人打招呼的那一瞬间，甚至是那几分钟、几秒钟。好啦，我们面对现实，走回去了。哦，他走好快，他走好快，好晃，好晃，好晃！啊！我的后面有点蓝又有点绿的河水，然后呢，阳光洒在我的脸上，好漂亮 ！Oh my god！ 而且你们看啊，就是当风一吹的时候，水面上的波纹呢就会跟着动，好像毯子哦。我们仿佛在魔毯上哎。我觉得我换景点是一个蛮正确的选择。如果啊，你最近也有压力很大，或者是心情不太美丽的话，我蛮推荐你来这里的。它可以强迫自己慢下来，因为如果你走很快的话，会超级晃的。那慢下来以后，你整个心情啊，跟你的状态会舒服很多啊！我又重新被大自然洗涤了。再次重新开机。短暂的离开自然风光以后呢，我们正式进入到薄荷岛的人文历史。这里是巴克拉隆教堂。走进整个教堂区域呢，整个人跟心都安静了下来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教堂呢，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哦，这也是菲律宾最古老的教堂之一哦。最特别的是啊，这里的建筑呢，它是用当地的珊瑚岩所制造的哦。以前还会用蛋白去当做粘着剂，是不是很酷？你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里啊，每一个细节呢，都藏着岁月的痕迹。来哦，带你们跟朋友一起喝个小酒。不是啊，这里是血盟纪念碑。那这位大哥呢，他们喝的可不是一般的酒，这个酒里面可是混着鲜血的哦。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？当时啊，西班牙的探险家跟薄荷岛的酋长呢，在这一个地方呢，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，那他们把血滴进了装满酒的酒杯里，象征的缔结联盟。听起来好像很猛，但其实好像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告诉对方说，我是认真想要跟你当朋友的哦，没有在开玩笑的哦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可是菲律宾人第一次和西班牙殖民者的和平结盟哦。你再看看他们的表情有多坚定，这肯定是发自内心的珍惜这段友谊吧。经过了这几天充实的体验，能在这片美丽的晚霞下画下句点，真是太幸福了。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，不仅有奇幻的自然景观，也有意义非凡的历史故事。在巧克力山上，我感受到了大地的重力；在教堂里，我看见了岁月的痕迹。居民在村庄里聊天时，我听见了这片土地的热情。全部加起来就是独一无二的薄荷岛。如果你也想要体验自然与人文的交织，不妨到薄荷岛走走，它绝对能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哦。最后呢，这一集让我最有感的不是哪个景点特别漂亮，而是薄荷岛把自然和人文放得这么近。你前一秒还在看几百万年形成的地貌，下一刻就在森林里放低声音去看一个小小的生命，再走几步又会碰到几百年前留下来的石墙和故事。后来我觉得旅行不一定要一直打卡，而是在不同的风景里慢慢知道自己在看什么。薄荷岛让我觉得世界很大，但只要人还愿意好奇，路就不会走完。
这一集我先陪你走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再一起把剩下的故事翻开。